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俄罗斯拒绝公开120万战损数据，单套爱国者狂猎140枚俄弹。乌军突破克里米亚防空网，精准狙杀2500万道尔 M2。俄罗斯的战争成本正在突破历史极值，而克里姆林宫正极力封锁这一数字黑洞。近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布重磅报告，估计自2022年2月以来，俄军在乌克兰的伤亡总数已接近120万人。面对这一惊人数字，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却反驳该报告的可信度，声称此类信息不能也不应该被视为可靠。其强调，关于军事损失的数据只有俄罗斯国防部才有权发布。然而现实是，俄国防部已长期处于信息静默状态，拒绝向公众通报真实的伤亡统计。实际上，根据 CSIS 的深度分析，俄罗斯目前的战损规模是空前的。仅2025年一年，俄军伤亡就达到约41.5万人，平均每月损耗3.5万人。这一战损比例已成为2战以来大国在单一冲突中遭受的最严重损失。对比历史数据，乌克兰战场的俄军死亡人数是苏军阿富汗战争损失的17倍，更是第一次和第二次车臣战争死亡总数的11倍。这种代际规模的人力蒸发，无不表明佩斯科夫试图用只有国防部知道来极力掩盖的残酷事实。在数据博弈的背后，乌克兰顶空的防空神话正在被不断刷新。乌克兰空军近日证实，仅凭一套部署在关键区域的美国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就在实战中成功拦截了超过140枚俄罗斯弹道导弹。该系统拦截的各类空中目标总数已逼近250个大关。负责操作该系统的乌克兰部队是全球首个在实战中击落俄制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单位。师长阿格耶夫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乌军官兵掌握 PAC-3 系统的自动化逻辑异常迅速。原本3个月的培训，他们在4周内便宣告掌握一切，请求出战。据悉，阿格耶夫的部队曾在一夜之间拦截全部16枚弹道导弹。即便是俄方宣称拥有无法被拦截的匕首，在爱国者的面前也纷纷折戟。更令俄方感到压力的是，在刚刚结束的达沃斯会谈中，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达成共识，乌方将获得额外的爱国者拦截弹补给。这意味着俄军通过昂贵的弹道导弹实施饱和轰炸的策略正在被瓦解。乌克兰防空盾牌在加强，而俄军的防空网络却在被定点拆解。乌克兰国防军再次突破克里米亚的防御体系，在卡恰定居点附近，乌军精准击中了一套正在运作的道尔 M2。作为俄军分层防空网中价值2500万美元的关键一环，道尔 M2 主要负责保护核心军事设施。然而，这次袭击再次证明了克里米亚的防空罩早已千疮百孔。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此次打击只是系统性削弱俄军防御能力一环，透露更大的打击行动将接踵而至。今天的早报到这就结束了，后续局势演变我们将持续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